沿海赠送李耀的东西有多强。为了帮儿子寻仇，李耀已经处于魔怔状态，哪怕要与红为敌，哪怕全家会因此被处死，他都不管不顾，誓要将罗峰除之而后快。为此，他下跪恳求昔日队友的帮助。沿海是一位超越战神强者，实力足以跻身世界前10。沿海顾绿红的报复虽然没有直接出手，却也给了李耀一件物品。这件物品其实是沿海的心得笔记，记载着他突破战神的心路历程。这本笔记如若流入市场，将会引起滔天巨浪，它将会被拍卖到难以想象的天价。对于高等战神来说，这样一本心得可以说是无价之宝。像李耀这样的高等战神，他们在这个境界沉浸了很长时间，肉身强度、身体力量已经触碰到了超越战神的门槛，他们差的只是最后的顿悟。而沿海赠送给李耀的笔记，恰好能帮助李耀冲破战神的瓶颈，迈入行星级的领域。罗峰这边，他并不清楚李耀夫妇的行动，他进入了战神宫，准备找机会购买生命之水，治好他弟弟的腿。当罗峰来到战神宫广场，一块高科技投影突然浮现出他的身影，并且播报了罗峰的相关信息。他是战神宫第3516位成员。顷刻间，罗峰就成为战神殿众人关注的焦点，无数道好奇、审视的目光投向了满脸诧异的罗峰。就在他感叹战神宫夸张的迎新方式，几位老朋友走到了罗峰身边，他们都是精英训练营的老师，为首的正是将罗峰带入训练营的杨辉。瞧见就有，罗峰立马褪去了脸上的错愕，和杨辉热络地打起招呼。杨辉见到罗峰，内心感叹万千，想不到1年前还在想方设法挤进精英训练营的少年，如今实力已经与自己相当。杨辉自豪地向周围战神介绍罗峰，他清了清嗓子，语气刻意提高了几分，他就是由馆主亲自点名，江南市的新一任监察使罗峰。闻言，广场顿时炸开了锅，眼前少年竟然和红有关系，如此年纪竟然就成为了大型基地市的监察使。哗然声与议论声此起彼伏，望向罗峰的目光多了一份敬畏。杨辉很享受周遭战神诧异的神情，罗峰的崛起狠狠帮精英训练营立威了一把。之后，杨辉带着罗峰在无数道注视的目光中走出了广场，前往战神宫的特殊餐厅享用美食。罗峰这次前往战神宫最主要的目的是购买生命之水。在拍卖厅，罗峰以120亿的价格购置了一瓶生命之水。当罗峰将生命之水带给弟弟时，罗华一时间有些难以接受，幻想了这么多年，他的梦想如今竟然这般触手可及。罗华激动的泪水不自觉落下，接触生命之水的手指都有所哆嗦。罗峰同样内心激动，鼓励弟弟要笑，可他自己眼眶也不争气的红润了。在安排好弟弟的事宜后，罗峰马不停蹄的去见徐星，他迫不及待想要见到日思夜想的女神。还以为你不来呢。瞧见罗峰的瞬间，徐星故作嗔怒的打趣道，实则他内心早已小鹿乱撞，难以平静。罗峰灿然一笑，快步迎了上去。就在两人刚见面，还没来得及多聊，身后一道声音突兀响起，徐星。来人名为孙超，一身富家公子哥的华贵打扮，瞥了一眼稍显寒酸的罗峰，孙超嘴角不自觉划过一抹讥笑的弧度。你好，我叫孙超，不知你是徐星的？孙超话音未落，就听见徐星哥哥徐刚急促的声音，他正火急火燎往这边赶。孙超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就是我妹妹的男朋友罗峰。闻言，徐星白皙面庞立马泛起2抹红晕，他和罗峰还没确认关系，没想到哥哥会这么直白。罗峰同样有些错愕，这位大舅子态度前后反差竟然如此巨大。第一次见面时还警告他不要妄想癞蛤蟆吃天鹅肉，如今却是不留余地的拉拢讨好。孙超听到徐星男朋友时，俊朗的面庞立刻黯然，凝重的目光中还透着一丝愤怒。突然，罗峰这个名字恍惚间击中了他记忆中的一根弦，让他身体猛地一颤。前几天他爸和他聊天时谈到一位少年天才，19岁就受到了红的赏识，成为了江南市的监察使，对方的名字似乎就叫做罗峰。如遭惊雷，孙超表情瞬间僵住了，身体一个踉跄，往后退了一大步，额头豆大的冷汗冒出，心中制止不住的后怕。还好他刚才没有对徐星表现爱慕，也没有对罗峰表露出敌意。